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美男子光明右使范瑶为什么要吞炭屠妻、自毁容貌？咱们的中学生物课本里命名细胞的罗伯特·虎克与物理课本里的胡克定律究竟有什么关系？在得到听李建龙老师讲量子物理能不能治疗普通感冒这3个问题啊，可不是我随口一问，在他们的答案里隐藏着通过医学认识世界这个大秘密。接下来的1年时间，我将跟你一起细细的回顾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医学故事。事实上啊，疾病和医学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远比咱们想象的要深远和广泛，但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反而常常忽略掉了这些影响的存在。这就好比说，咱们都生活在地球上，永远也看不见它完整的形状，但是当宇航员终于能从太空俯瞰地球的时候，它的形状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我想跟你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咱们这个专栏的意义在于带你站在类似宇航员的更高的角度去看待疾病和医学，去看清历史的底色。更具体的说，我会带你纵览医学和人类发展演化的成百上千万年的历史，从人类为了减少传染病走出森林开始说起，一直讲到现代医学对人类疾病的治疗。你肯定会问了，为什么一定要了解医学发展的历史呢？这就是我要跟你对齐的第2个共识，关于咱们这个专栏对于你的价值。我呀，暂时把它分成3个核心点，花3讲时间来给你介绍。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用法，也欢迎你给我留言。这3个点啊，分别是这样的。第一，医学给你提供看待历史乃至认识整个世界的新视角，因为疾病本身就塑造了历史。第二，万事万物都有关联，而医学的故事特别合适帮你把头脑里的知识建立起联系。第三，回顾医学的历史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认识今天的医学。这一讲咱们先来看第1点，医学能给你看待历史和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用这个视角观察历史，你就会发现医学和疾病影响着人们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就是因为疾病跟人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所以时间久了，它反而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比如当我们打开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看到光明右使范瑶毁容这个情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疑问，范瑶是为了潜伏到敌方内部才自毁容貌的，他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低调再低调呢？毁容这么干，是不是更扎眼了呢？图啥呢？我猜啊，金庸先生大概没有深究过这背后的原因，但是啊，他毕竟是一个熟读史书的人，这个情节应该是受到了《史记》的启发，因为在《史记·刺客列传》里，4大刺客之首的豫让就是这么干的。他为了刺杀赵襄子，用吞炭的方式改变嗓音，再往皮肤上涂漆，毁掉了自己的容貌。但我还是强调刚才说的问题，豫让是一个刺客啊，做刺客就得让自己混在人群之中，不显山不露水。豫让这一毁容，那赵襄子的护卫岂不是一眼就能看见他，而且对他特别的加以防范？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干呢？这个问题别的学科可能很难给出解释，但是医学可以，毕竟啊，这件事跟人的身体有关系。如果你了解医学史，你就会知道，豫让之所以吞炭涂漆，目的是为了模仿麻风病人。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感染初期就没什么症状，能潜伏很多年，但是一旦出现症状，就会让患者的皮肤产生损伤，更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让患者的肢体受损，形成特别明显的畸形。感谢现代医学啦，咱们今天已经很难见到麻风病人了，但是在2000多年前，豫让的那个年代，麻风病人还是很多的。你按照这个解释，豫让的行为就变得合理了，他让自己的外貌变得跟麻风病人特别像，既让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也让自己在那个麻风盛行的年代不是显得那么突兀。所以我才说，医学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帮助。如果你错失掉这些知识，你理解的历史就不够全面。所以你总会发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一些学科，没有一些用我们之前的历史知识能够解释的。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具体来看疾病和医学对历史的影响，它可以分成2个层面。第一，
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传染病的威力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第二，重要的历史人物参与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如果得了病，同样可以改变历史。咱们先说第一个，传染病改变历史，这事啊，您肯定一下就能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呢，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在几万年前甚至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而这个伏笔就是传染病。传染病的杀伤力这么大，那为什么历史书上记载的不多呢？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名著《瘟疫与人》这本书里就提到，他让一个博士根据《资治通鉴》和古今图书集成这两部大书，把中国几千年来关于瘟疫的记载整理成了一个表单，放在书的后面当附录。最后呢，这个表单居然总共加起来也没几页。这也不奇怪，不光是《资治通鉴》，在24史里关于瘟疫的记载，往往也都是疫、大疫这样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记载。也就是说，以往的历史学家呀，对于传染病的影响根本就不够重视。而我们今天跳出这样的局限的视角以后，会重新看到传染病对于历史的巨大影响。而能证明这句话的例子啊，历史上可以说是遍地都是。比如说，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赤壁之战里，曹操为什么会失败呢？《三国志·周瑜传》里就记载了曹操本人的解释，他是这么说的：赤壁之役，只有疾病，故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意思是说呀，在赤壁是因为有了瘟疫，曹操才主动退兵的，白白的让周瑜捡了个便宜。历史学家张作耀先生在他的《曹操传》里也曾经总结过赤壁之战，同样是把瘟疫横行这个因素列在影响双方成败的第一位。再举一个例子，建安七子，你肯定知道，不过你大概率没有注意过，这其中有5个人是同一年去世了，都是公元217年。为什么这么巧？就是因为瘟疫在当时肆虐，造成了大规模的人类死亡。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里，关于传染病的影响，作者说的更直接，他是这么说的：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战乱中蔓延的微生物比枪炮、刀剑更恐怖，夺走的生命更多。你仔细想想，其实这事特别合理。在公共卫生水平低下的时代里，传染病的杀伤力比武器可怕多了。历史和文明本来就是人类创造的，而传染病能造成人类的大规模伤亡，当然也就会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特别深远的影响。大的流行性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这你多半在听我说之前就有认识。接下来啊，我想说一个大部分人都可能忽略掉的点，个别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历史时期得小病也能改变历史。比如说，在滑铁卢战役里，拿破仑饱受痔疮的困扰，严重的影响了他对军队的指挥。这场惨败对整个欧洲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小毛病竟然影响了整个欧洲，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呀，但它就是真实发生过。而这样的问题要是在今天不可能出现，找个靠谱的肛肠科大夫，很快就能把痔疮治好。跟拿破仑相比，美国总统里根就幸运多了。你肯定知道，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总统不少，不管是林肯的死还是肯尼迪的死，都是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同样是被子弹击中，里根却让医生给救活了，这就是时代进步、医学进步带来的改变。要是林肯当时能有这样的医疗条件，也能被抢救回来，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还有一个和咱们中国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例子，发生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在这次会议上，英法列强想把德国占领的山东交给日本，结果中国谈判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这里边啊也有一个小故事。一战结束以后，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去巴黎和会的时候是带着14条和平原则的，其中就包括不赔款、不割地、民族自决这些内容。但是他为什么会在巴黎和会上如此沉默，没有有力的支持中国合理且正义的主张呢？其实啊，巴黎和会刚开始的时候，威尔逊相当强硬，但是一次流感案把他给放倒了。就在他病得浑身难受的时候，法国总理克里蒙梭马上改变了立场，
而威尔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后来说过，威尔逊的精神在会议后期也彻底崩溃。就这样，一次小小的流感助推英法的一系列决定变成了现实。这不仅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连锁反应，同时让德国受到了英法的压迫，这就已经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一个人一场病竟能影响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如果这样的情节是出自作家的手笔，那足以让咱们感慨，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不过如此，真高手也。但现实总是比小说更加曲折精彩，我们不得不感慨一句，不只是大瘟疫改变历史，小毛病也能深刻影响历史的发展。今天咱们说了很多曲折的事例，有没有哪个给你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呢？我很希望在留言区看到你的分享。好了，咱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咱们的专栏有3个核心，这一讲咱们聊到了第一个，也就是医学，给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乃至认识整个世界的新视角。疾病和医学对历史的影响，在我看来有2点。第一，传染病足以塑造历史。第二，关键时间的关键人物得了病，也会影响历史进程。总之，疾病和医学的历史特别重要。说到这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因为我是学医的，以前还是个外科大夫，现在又是教医学史的大学老师，所以在看历史的时候肯定会深受自己专业的影响，把医学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这个不一定能说是客观吧，但是请你相信我，我真不是这么想的。其实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当我们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医学出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视角而已，但是医学又特别适合做这件事。至于为什么呢？咱们下一讲来揭晓。